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此时此刻你正不小心掉进一个黑洞，迎接你的究竟是瞬间的虚无，还是通往新世界的秘密大门？很多人觉得黑洞就是一个漆黑的无底洞，像个宇宙抽油烟机一样野蛮地吞噬一切。但物理学告诉我们，真相远比科幻电影要诡异和残酷得多。其实黑洞本身是不发光的，它的引力强到连宇宙中跑得最快的光子都逃不掉。所以物理学家管那道生死的边界叫事件世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宇宙里的瀑布边缘。在边缘外，你还能拼命划船逃生，可一旦越过那道线，对不起，这个宇宙里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你拉回来，你与外界的所有信息传递将就此彻底断绝。但别以为黑洞周围是一片死寂，恰恰相反，在你真正入坑之前，你会先看到一场全宇宙最狂暴、最华丽的灯光秀。无数被引力撕碎的恒星残骸和星际尘埃，正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绕着黑洞疯狂旋转。这种剧烈的摩擦和碰撞产生的能量，能让整个吸积盘亮得超过几十万颗太阳，像一把烧红的长矛刺穿星系。科学家们用地球之眼事件世界望远镜盯着银河系中心的那个大家伙人马座 A 星看了很久，发现那里根本不是什么安静的坟墓，而是一个扭曲着磁场火龙喷射着致命射线的宇宙级粒子加速器。那么重点来了，如果此时你正向这个深渊坠落，你的身体会经历什么？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反直觉，但你受到的痛苦程度竟然取决于你选的黑洞够不够大。如果你掉进的是个普通恒星级的小黑洞，由于它的引力梯度极其陡峭，你的脚尖感受到的拉力会比头顶大得多。一种叫意大利面化的恐怖过程就开始了，你会被那股无形的力量像拉面条一样不断拉长，从器官到细胞，最后连原子都会被扯碎，变成一缕亚原子流卷入深渊。但如果你运气好一点，掉进的是像人马座 A 星那种超级大黑洞，由于它个头大，边缘的引力变化反而很平缓。当你跨过那道生死边界时，你的身体各部位受力非常均匀，你甚至察觉不到自己已经离开了原本的宇宙，走的还有那么一点体面。可这种宁静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因为就在你跨越界限的一瞬间，由于时空被极端扭曲，如果你这时回头看一眼远方飞船上的小伙伴，你会发现整个宇宙像是被按下了万倍快进键，恒星在眨眼间熄灭，星系在疯狂划过，你会在短短几分钟内目睹外界沧海桑田的变迁，成为宇宙中第一个亲眼看到未来发生的人。但在你朋友的眼里，这却是一场极其绝望的永恒告别。他会看到你的动作越来越慢，越来越暗，最后你就像一张被凝固的照片，永远贴在了那层漆黑的边缘，直到变成一个模糊的残影，彻底消失。这种视角的绝对断裂，就是黑洞最令人绝望的逻辑。你正飞向时间的终点，而世界看到的却是你的遗照。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注视下，掉进黑洞的人到底还算不算活着？这只是这场宇宙噩梦的开端，因为真正的恐怖片才刚刚在那个物理定律彻底崩塌的禁区起点拉开序幕。当你真正深入黑洞内部，你其实是闯进了物理学的无人禁区，因为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位科学界的巨人开始疯狂打架。在传统的方程里，黑洞中心是一个叫起点的地方，它的体积无限小，密度却无限大，这意味着时空在那里被扭曲到了极限，现有的所有物理定律在它面前全部失效。物理学家甚至开玩笑说，那是上帝在宇宙公式里写下的乱码。但最让科学家们抓狂的还不是这个起点，而是一个足以撼动科学大厦根基的难题——黑洞信息悖论。为了理解这个悖论，你可以想象手里拿着一本绝版的字典，如果你把它扔进火炉烧掉，虽然字典变成了灰烬和烟雾，但理论上，如果你拥有上帝视角，能追踪每一个分子的运动路径和热量变化，
你依然能把字典里的内容给还原出来，因为在量子力学的基本准则里，信息是永远守恒，不可被彻底抹除的。然而，黑洞却像是一个宇宙级的降维打击机器。斯蒂芬·霍金发现，黑洞会通过一种极其微弱的能量喷发，慢慢蒸发，这就是著名的霍金辐射。如果黑洞最后彻底蒸发消失了，那曾经掉进去的所有物质信息是不是也就跟着人间蒸发了？如果信息真的能被永久删除，那我们对因果律的理解，甚至整个宇宙的逻辑都会瞬间崩塌，世界将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随机混乱。为了修补这个逻辑上的天大窟窿，物理学家们被迫提出了一个极其烧脑的理论——全息原理。这个理论认为，当你坠入黑洞时，你的身体确实掉进去了，但你携带的所有遗传密码、记忆和原子数据其实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像一张二维的防伪标签一样，被紧紧地编码和复印在了黑洞那层漆黑的表面，也就是事件世界之上。这就像你在一个3维的剧院里表演，但你的所有动作都被实时同步到了一张2维的全息照片里。如果这个假说是真的，那就意味着黑洞其实是宇宙中最紧凑的硬盘，它备份了所有不幸路过的灵魂。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一个更让人细思极恐的猜想出现了。如果我们眼前的黑洞能通过2维表面还原3维现实，那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看似真实、立体、宏大的宇宙，会不会也只是某种更高维度边界上的一层全息投影？你以为你是自己生命的主角，但也许你只是宇宙边缘某些编码折射出的幻影。当你还在纠结这种哲学上的虚无感时，黑洞的深处又传来了新的震动。近些年，科学家们开始利用引力波探测器死磕那些黑洞碰撞时留下的余波。他们惊奇地发现，在那些狂暴的震荡信号之后，似乎隐藏着一种微弱的回声。这种回声像是在暗示我们，黑洞的边缘也许并不是平滑的虚无，而是某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物理结构。这种结构背后可能隐藏着黑洞通往另一个维度的真实身份，那是一个远比吞噬者更令人震撼的角色。既然我们聊到了那丝微弱的回声，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最疯狂的可能性：黑洞也许根本不是毁灭的终点，而是另一个宇宙的起点。以前我们觉得黑洞的边缘应该是像最完美的丝绸一样平滑的虚无，任何信号掉进去都会像石沉大海般销声匿迹，但这些回声却像是在告诉我们，黑洞内部可能存在某种极其致密的，甚至具有反射性的硬核结构。它并不想让我们看清它的真面目。如果黑洞不仅仅是一个宇宙级的垃圾处理厂，而是一个宇宙孵化器呢？有些物理学家大胆猜测，每一个黑洞的起点在坍缩到物理极限后，都会经历一次名为大反弹的剧烈演化。这就像是将整个星系的物质疯狂压缩成一个无限小的点，直到它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压力，转而向另一个维度猛烈炸开。这种过程在我们的宇宙里看是毁灭，但在另一面看，它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爆炸。这意味着一个极其震撼的宇宙套娃模型。我们的宇宙可能就诞生在另一个更高维度宇宙的某个黑洞之中，而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每一个黑洞，其内部可能都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微型的平行宇宙。这种构想虽然听起来像疯子的呓语，但它却极其优雅地解决了信息丢失的难题。信息并没有被抹除，它只是通过起点的洗礼换了个家，去开启另一场演化。当你作为一个观测者，在经历了异面化拉伸、时空扭曲和全息编码的重重考验后，如果你能奇迹般地挺过起点那一刻的极致挤压，你迎接的或许不是虚无，而是一场新宇宙诞生的剪彩仪式。你会看到光芒从绝对的黑暗中喷薄而出，看到全新的物理定律在混乱中重新建立。那一刻，你不再是一个卑微的坠落者，而是成为了那个新世界的唯一见证者。当然，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我们可能在数万年内都无法亲身跨越那道世界去验证这一切。但黑洞的存在本身
就是宇宙留给人类的一封极致浪漫的情书。它位于物理学的最前哨，用最极端的环境挑战着人类智慧的极限。它提醒着我们，在那些看似冰冷、黑暗、充满绝望的深渊里，往往孕育着整个宇宙最宏大、最震撼的转机。每当我们仰望星空，感叹那些能吞噬光明的怪物时，也许我们正在凝视的正是无数个未知世界的起源。在这种跨越维度的宏大叙事面前，我们日常纠结的那些琐事显得是那么渺小。黑洞并不代表结束，它更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此时此刻，你觉得我们是真的活在三维世界，还是仅仅是某处世界上的全息倒影？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脑洞，我会守在屏幕这头，认真读完每一条来自世界边缘的留言。好了，今晚关于黑洞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这段跨越亿万光年的旅程让你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瞬间的宁静，或者让你对宇宙多了一点点新的敬畏，那么不妨为这封来自深空的宇宙情书点个赞。你的每一次转发和订阅都会让算法把这份浪漫带给更多仰望星空的人。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感谢你今晚的陪伴。窗外星光依旧，愿你的梦里也有星辰大海。晚安。